这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飞鸟，翼展能达到3米以上，而这些是它们的幼鸟。它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而当它们学会飞翔的那一刻，便会离开这里。一往前走，那就等于是飞走了。那从那一刻开始，就来自这3到5年就不会着陆了。而当他们学会飞翔的那一个瞬间，是无比珍贵的。无论你是爱鸟的人，还是爱摄影的人，都想捕捉到的宝贵瞬间。哦，他要飞，他要飞 ，He's flying, He's flying！ 我他妈死了！那位于新西兰的信天翁中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皇家信天翁的大陆筑巢地，所以既然来到了新西兰，可以有机会亲眼目睹这种神鸟，我们还等什么呢？想看的赶紧3连投币，跟我们一起上车报名出发。天气还是这么 emo 啊，就是一丁点阳光都没有目前。但是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酒店，山顶酒店，2个男主人都叫 James， 然后他们都在中国待过22年，所以酒店里有很多中国元素。我一进屋都傻了，有一个北京的铜锅就放在我的床对面，有山水画，这边有一个不大，看是不是非常的中国？就一个小小的角落，你就能看到油纸伞。我们要是和朋友们已经开始早餐了，我还在排队。同志们，像不像电影里的场景？那房东詹姆斯是个中国通，不仅会说中文，还会做的一手中国菜。这是茶叶蛋，这是粥，这是包子。所以我们一帮中国人坐在这儿，但这些全都是他做的。COVID 之前，我们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客人，他们也做。怎么样，老师？太牛了！他中文怎么样？太好了！是他的中文好还是我用的好？中文吧，因为中文比较难学，而且他会做川菜，你会吗？吃饱喝足，踏上今天的观鸟之旅。从奥马鲁出发，到达位于奥塔哥半岛的皇家信天翁中心，车程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这一路都沿着海开过去，几步一景也不觉得久。开出城镇，驶向大陆的尽头，天气也随之放晴，似乎是个好兆头。到达了中心，我们幸运地报名报到了中文团，这是向导 Leo， 我们的中文向导 Leo。今天看到他们的概率有大概多大？我们肯定可以看到他们的宝宝，看到大娘，肯定会看到飞的。不，怎么改一下？不能够保证看到飞的，想飞才会看到。每次要考验我们运气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但愿可以给你们拍到翱翔的信天翁。我们要穿他们的衣服是吗？等等，突然想起在做功课时看到参加体验的大家都穿着相同的冲锋衣。我摸到这个材质是那种，我以为是怕下雨，没想到作用除了防风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这儿有1万只的海鸥，所以他们会丢包。希望今天有鸟屎。要不就白穿了是吧？换好冲锋衣，我们爬去观测点，还要步行一段距离。上山这里就要经过海鸥的聚集地，这里有上万只的海鸥，随时准备丢包。哦，已经有了，这是最大自然的馈赠。海鲜。是什么类似于像？这是什么处理过的海鲜？海鲜批发，正宗海鲜。走鸟屎运，走鸟屎运，有这个说法吗？因为鸟在天上飞，所以会飞黄腾达。那在这里大家可以刷一波飞黄腾达啊！鸟屎我来承担，换你们在2024年一切顺利。顶着狂风爬过了2个随时都会走鸟屎运的小山坡，风也越来越大。Leo 告诉我们，只有在这种风力的地方，信天翁宝宝才会学会飞翔。里面就是保护区了，这个盖子打开就应该有 BGM 起来了。不过我们突然看见一只特别大的，那就是信天翁了。OK， 对啊，帽子啊、眼镜啊，什么都要抓紧一点。哦，谁的帽子？谁的帽子？他们就在我们那边。而就在我们终于到达了瞭望室，还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时候，就错过了一个回来喂食的信天翁成鸟的着陆瞬间。在哪儿？在哪儿？哦，
对，刚找到哦，我看到它了，超大。今天他们已经比较远一点，因为看到我们右边有几只，那些全部都是小宝宝。9月份是他们会起飞的时段，小宝宝会飞走。他们这几只的爸妈都是在海里面觅食。现在我们刚才看到有一只着陆嘛，那一只现在是回来喂食的。那正当我发现镜头不够长，换增倍镜的时候，又有飞的，又有飞的。会在哪儿？又错过了一次。这一只像是想要着陆，但是没着成，还在。它起来了，它正在，在那个山后面。在哪儿呢？没了。哎，我需要准备的时间太久了。而每一组人在观测点的体验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看来这次要错过了。那边那些是鸬鹚，会潜水的鸟。又有一只飞的。哪儿呢？又有飞的新天翁。哦，在那儿，我看到了。草丛了。还没。哎呀，又没抓到。到哪儿了？其实要拍到他们很难的。真的很难，他们要在这很久吧？如果要拍到一个特别 perfect。对，这一些小宝宝们，他可能在这边待大概2到3个星期吧，就要飞走了。它是完全是靠像今天这样子的天气，就是大风。如果那天的风特别大，可能把它们吹起来一下，就是离地1-2米吧，然后就下来。如果他们一往前走，那就等于是飞走的了。从那一刻开始，来着这3到5年就不会着陆了，就在海里面休息，不是在天上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生命里，它的飞行距离可以超过800万公里，这意味着每一只信天翁一生漂泊的距离可以往返地球和月球11次。正当 Leo 讲着属于信天翁的故事时，我们看到了一只幼鸟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站起身，而这个时候10分钟的观测时间也所剩无几。 Okay, guys, come on up. We've got some really good stretching going on over there. 它要飞，它要飞。Wait a second, he's flying, he's flying. 难道我们可以记录下信天翁宝宝学会飞翔的历史性瞬间吗？ Let's just do a little bit of practice hovering. 哇，它拉屎了！行，你拍到了没有？拍到了 Excellent！ 我最喜欢他们拉屎的那一刻，就是屁股摇摇，然后噗，对，喷射，完全是喷出来的。哦 ，OK， 我们下一批人要过来了， OK， 我们就脱掉冲锋衣下山，预示着我们这次的观鸟之旅注定要留点遗憾。哎呀，想拍飞翔，结果拍到了拉屎。这个还比较难得。但拍到了更难得的信天翁宝宝丢包，也算是另一种幸运吧。天哪！ 这边好玩啦 ，Dream Job。所以来都来了，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打算在礁石旁边留下点到此一游的画面。哇，这个风，想你的风吹到了太平洋。哇，我想知道是什么吹到了我脸上，好痛啊！正当我们觉得这次旅行要带些遗憾回去的时候，信天翁！啊，信天翁！啊！自由啊！大风在空中飞舞，向大海的尽头飞去。我们今天确实走了鸟屎运。可以说，信天翁天生就是属于天空、海洋和风的。看到翱翔的信天翁是幸运的象征。在西方的水手文化中，他们甚至将信天翁视作是已故海员灵魂的象征。而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信天翁有一种近亲，你们一定想不到，是企鹅。那个小海滩，晚上会有小蓝企鹅回巢。那有趣的是，在我们所居的但尼丁和奥马鲁小镇两地相隔不过1个小时的车程啊，你在这里同时可以看到信天翁和企鹅。还记得在新西兰的上一期中我们曾提到的新西兰的5元纸钞吗？ Sorry， 我知道距离上一期有点久远。背面印着的是黄眼企鹅，就是新西兰特有的物种，而我们待会儿要带大家看的是小蓝企鹅，它们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而且拥有唯一的
限定配色。小蓝企鹅它很特别，它是企鹅家族里边唯一一个是蓝白的，其他的企鹅全部都是黑白。那因为它们太小只了，又经常横穿马路，在奥马鲁这里经常出车祸，所以当地的小蓝企鹅保护中心为它们专门建造了过马路的人工通道和繁育的小木屋。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小木屋，才让我们发现了它们的浪漫。在 breeding season 的时候，会剪一点小树叶、小花进去，然后造一点那种小树枝，那种 nesting box 一打开，看到有一朵小白花，好浪漫的。对。我也经常买花的。约会24小时，第一件事就送你花。是小企鹅的话，一般都是一夫一妻制的，除非他的伴侣挂了，他会再找另外一半。但饲养员告诉我们，也有特例。我们这边有一个企鹅生活了21年了，这个他找了很多的 boyfriend， 他要解决一下他自己的，对，所以他生了30多个宝宝。对，武则天。所以结论就是多找男朋友会长寿。我录下来了，你男朋友回头会看到。人类确实是为了这些濒危的物种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啊！有为信天翁选择更适合栖息地的迁徙计划，也有为小蓝企鹅特地建造的人工通道。那我们到访的这些保护中心的每一张门票都将成为保育它们的费用，但这就够了吗？但今年的话，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非常大。今年的那个冬天不冷，很 warm， 也很 dry， 所以这个影响到了他们的 breeding season。因为他们一旦到了 breeding， 就是繁殖期间的话，他们要吃大量的鱼。但是整个的海平面的温度很高，所以他们要游到更远、更冷的地方去，才能捕捉到鱼。疫情后面以后，所有的渔船都出发了，所以他们就是又开始大量的渔船捕鱼，所以小蓝企鹅很可怜，吃不到。所以往年的话，去年我们9月份的话，一共有184个蛋已经开始了，但现在今年的话只有8个蛋。信天翁起飞时是那么的自由，但即使是一长3米的信天翁，也飞不出现实的桎梏。我抬头看着它们飞翔，就觉得我们都身处在同一个八角笼中。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连锁伤害，无止境的海洋污染、金属垃圾，以及远洋过度捕捞，像是黄岩企鹅、信天翁这样本处于生命链远端的物种，加快灭绝。而这些最遥远的生命，并非与我们无关，相反，它们的生存和灭亡，恰恰是正在发出的警示。一位拍摄海鸟纪录片的摄影师曾经说，站在那些死去的鸟身边，就像站在一面镜子前，能看到我们人类对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尽量现在绑了10只小蓝企鹅，绑在它们翅膀上 GPS，因为不能绑太久，会影响到它们的 moving。然后电池的话，只能4到5天时间，然后导出来所有的数据以后，我们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明白。如果他们把蛋下完了以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把他的生子蛋偷回来，换一个假蛋，换个假的给他们去练习一下，特别是新手的爸妈。一般他们是都在海里很小很小那个岛屿上面，所以在那些地方是没有哺乳类的动物在，基本上是没有真正的天敌。在大陆上是没有真正的天敌，有一些不自然的天敌，比如说雕啊、狗啊、猫啊、黄鼠狼啊这一些东西。对，就是这些，都是人带来的。人类和鸟在自然的伟力面前没有什么不同。数万年前，智人方才走出非洲大陆。数千年前，毛利人会跟随海洋上长途跋涉的海鸟的航线，确认前方是否有可供落脚的陆地。这其中一定有信天翁的身影。而企鹅早已在最南端的古大陆上演化了数千万年，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漠然地任由它们在今天灭绝？曾经离智人太远，离南极太近，是他们能够存活的理由。而今天，当我们和他们比邻而居，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无法给出大家答案，但如果你有机会出来旅行，除了热门的景点，也可以留意一下像这样的当地的动物保护中心，过来看看他们。那也可以当面的和这些为动物奋斗的工作人员说一声谢谢。